Apple 最新一代嘅 iPhone 咧就已經正式發售咗差唔多2個禮拜，相信有唔少廣迷朋友咧都已經拎緊新機用緊㗎啦。上個星期我哋就做咗有關於 iPhone Air 依部最纖薄嘅 iPhone 詳細評測，同時亦都加入埋另一部同樣以纖薄嚟做賣點嘅 Samsung Galaxy S25 Edge 一齊做咗個多方面嘅比拼。而今條影片咧就當然嚟到另外一個主角 iPhone 17 Pro 系列啦。今代嘅 Pro 系列咧，機身除咗採用一個全新嘅設計之外，用咗最新嘅 A19 Pro 晶片以及新嘅散熱系統之外，喺拍攝方面亦都有所提升。Apple 亦都喺發佈會度講到 iPhone 17 Pro 同埋 iPhone 17 Pro Max 配備咗佢哋到目前為止最出色嘅相機系統，亦都加入咗唔少喺拍攝方面嘅新功能。所以今次呢一條影片呢，我哋就拎住呢一部 iPhone 17 Pro Max 對比翻上一代 iPhone 16 Pro Max， 睇下佢升級咗嘅地方，仲拎埋今年3部嘅 Android 旗艦拍攝手機一齊嚟做個攝力比拼，睇下邊一部呢先至係今年嘅拍攝大師啦。今次嘅對比，除咗有 iPhone 17 Pro Max 同16 Pro Max 之外，我哋亦都揾埋被譽為演唱會神機嘅 Samsung S25 Ultra， 使用蔡司長焦鏡，採用2億像素 CMOS 嘅 Vivo X28 Pro， 以及擁有市場最強拍攝硬件，擺明車馬想成為最強拍攝手機嘅小米15 Ultra， 依3部 Android 旗艦拍攝手機一齊嚟做個比拼。手機鏡頭咧主要分為感光元件、尺寸最大、最常用嘅主鏡頭，用嚟影遠嘢嘅長焦鏡頭，以及用嚟拍攝微距或者歪縮嘅超廣角鏡3個組合。iPhone 16同17 Pro Max 以及 Vivo X28 Pro 都係採用3鏡頭組合，而 Samsung Galaxy S25 Ultra 以及小米15 Ultra 就喺長焦方面各自多一個鏡頭，組成咗雙長焦鏡頭系統，明顯就係想提升中長焦段嘅成像品質，令變焦體驗更流暢、更實用，可以有效兼顧埋人像同遠景兩大核心嘅拍攝需求。睇嚟 Samsung 同小米都想將 S25 Ultra 同埋15 Ultra 變成一部喺廣角到遠攝方面都可以完全兼顧到嘅全能型拍攝手機。不過數據係還數據嘅，都要睇下佢哋實際拍攝出嚟嘅效果先可以下定論嘅。喺主鏡頭參數方面，喺5部比拼手機之中，小米15 Ultra 就配備咗最大嘅1寸感光元件，比起其餘4款手機只係用咗1.3分之1寸嘅感光元件，小米15 Ultra 理論上就有更好嘅採光同動態範圍，尤其係一啲光暗嘅處理。喺日拍方面，小米15 Ultra 都比起其他幾部手機處理得更好，拍攝出嚟嘅效果亦都比較自然，唔會出現光位過光嘅情況。而家嘅S25 Ultra 同 iPhone 17 Pro Max 喺處理一啲過曝嘅位置，亦都有唔錯嘅表現。雖然都會見到邊緣位置出現有少量嘅曝光情況。另外細緻度方面，擁有2億像素嘅主鏡頭 S25 Ultra 就喺依方面取勝啦。而 X28 Pro 同 iPhone 16 Pro Max 雖然主鏡頭拍攝出嚟嘅效果亦都唔錯，不過喺光暗位嘅處理就差少少啦。而去到夜拍嘅表現，小米15 Ultra、Samsung Galaxy S25 Ultra、Vivo X28 Pro 同埋 iPhone 17 Pro Max 4部機嘅表現都可以話鬥得難分難解，出嚟嘅效果都比較貼近現實中嘅環境光。不過如果係要喺雞蛋裏面挑骨頭嘅話，Vivo X28 Pro 都係喺一啲光位處理上就有些微不足啦。呢個問題喺 iPhone 16 Pro Max 上面就較為明顯啦。拍攝出到嚟嘅相片雖然都係好清晰，不過出嚟嘅效果就有啲冇咁貼近實景，成個環境都好似光咗級咁，感覺就有啲唔自然啦。而長焦鏡頭方面都係近年大家比較着重嘅一環，尤其係大家睇演唱會嘅時候如果坐得比較遠舞台嘅位置都可以靠手機嘅長焦鏡影到大家嘅偶像啦。而睇翻少少參數，5部機當中 Galaxy S25 Ultra 同埋 iPhone 16 Pro Max 長焦鏡頭都擁有最高嘅5倍光學變焦倍數，但 S25 Ultra 嘅 sensor 只有5000萬像素， iPhone 16 Pro Max 就更加只有1200萬像素。而今代 iPhone 17 Pro Max 雖然升級到4800萬像素，不過光學變焦倍數就由上代嘅5倍降低到4倍。而大家都可能會問 ，Apple 發佈會上面唔係講今代 iPhone 17 Pro Max 唔係支援到8倍光學變焦嘅咩？
呢個其實只係利用4800萬像素無損裁切而得出嚟嘅效果，而得到出嚟嘅相片就只係得1200萬像素。比起小米15 Ultra 同埋 Vivo X28 Pro， 就用同一粒2億像素 CMOS， 但係鏡頭嘅倍數就分別係4.3同3.7倍，出嚟嘅效果小米15 Ultra 同 Vivo X28 Pro 有住更高嘅像素，可以更有效咁壓制雜訊，同時亦都有更好嘅細節。但係當去到比5倍大嘅倍數時，大家都係用混合變焦，咁即係話要靠 AI 算法去捕捉一啲影像嘅細節。我哋就喺日光日白嘅測試環境，將5部機 zoom 到佢哋嘅極限。iPhone 16 Pro Max 喺最盡25倍嘅情況下，已經見到好嚴重嘅油畫化，完全見唔到原本建築物應有嘅質感。iPhone 17 Pro Max 就可以去到40倍，雖然亦都出現油畫化，但係都仲算睇到有少少原本建築物應有嘅質感。而 Samsung、小米同 Vivo 去到極限嘅100倍 ，Samsung 嘅 AI 甚至出現咗少少嘅誤算，而小米同 Vivo 喺呢個位暫且打成平手。雖然同樣有運算痕跡，不過以整體嚟講，小米15 Ultra 就會優勝一啲啦。而喺超廣角鏡頭方面，5部機所運用嘅鏡頭規格就唔算相差得太遠，而出到嚟嘅效果，小米、Samsung 同 Apple 嘅 iPhone 17 Pro Max 嘅相片睇落個對比度就唔夠。iPhone 16 Pro Max 就雜訊有啲多，而且佢同 Samsung Galaxy S25 Ultra 一樣，邊緣位置都有啲變形。整體嚟講 ，Vivo 嘅 X28 Pro 就比較優勝啦。另外，超廣角鏡頭嘅另外一個作用就可以當微距離使用。呢方面5部機嘅表現比較平均，有清晰嘅細節，同時雜訊抑制表現亦都出色。前置鏡頭呢，亦都係女士們常用嘅鏡頭之一。睇返規格 ，Vivo 同小米依兩部機嘅前置鏡頭像素係5部機之中最高，固然之成像就肯定比較好。不過今代 iPhone 17 Pro Max 前鏡頭像素有稍微提升之外，亦加入咗新嘅 Center Stage 功能。自拍嗰陣對焦快，避震能力良好，仲可以因應自拍人數自動轉換構圖。呢個功能呢，如果多人一齊 selfie 嗰陣，就唔需要再打橫部機都可以影到環島相啦。而 S25 Ultra 就似乎喺前置鏡頭部分只有1200萬像素，就有啲輸蝕啦。而5部電話喺影片拍攝方面，亦都可以講係去到頂級。喺錄影規格方面 ，iPhone 就最高可以拍攝到 4K 120格嘅畫質，比起 Android 陣容可以去到拍攝到最高 8K 畫質，就好似有啲輸蝕啦。另外5部手機亦都有支援影像增穩功能，呢一個功能呢，雖然會令到影片嘅解像度降低，但係用嚟遠距離拍攝，好似演唱會呢一啲場景就可以拍攝到穩定嘅畫面啦。而 iPhone、小米、Vivo 影像增穩功能都可以支援手機上面主鏡頭、遠攝同超廣角鏡頭。不過 Samsung Galaxy S25 Ultra 影像增穩功能呢，就只係支援主鏡頭嘅啫，呢方面 S25 Ultra 就有啲輸蝕啦。另外，今代 iPhone 17 Pro Max 亦都秉持住 Apple 專業拍攝嘅造機概念，今代就支援 ProRes RAW 同埋 Gen Lock， 可以俾用家喺後期有更多嘅後製空間。呢一方面呢 Apple 都算係叫做對得住 Pro 系列嘅銜頭，睇得到佢哋係影片拍攝呢方面都落足功夫，銳意將 iPhone 打造成一部專業嘅拍攝器材。另外，今代 iPhone 17 Pro 系列為咗改善散熱，機身呢就由上兩代嘅鈦金屬加玻璃機身，改為一體成型嘅鋁金屬機身。官方就話呢，改用鋁金屬散熱效能比用鈦金屬機身好20倍。另外仲加入咗 Vapor Chamber 蒸汽冷卻技術，雖然喺 Android 手機入面就唔算係新鮮嘢嚟，不過加入咗 Vapor Chamber 嘅 iPhone 17 Pro Max 升溫又的確比起上一代冇咁勁。我哋亦都將呢5部機拍攝10分鐘 4K 60格影片，再睇下佢哋嘅最高溫度去到幾多。結果 iPhone 16 Pro Max 最高溫度可以去到成40度，係5部機之中最熱。相反，加入咗 Vapor Chamber 嘅 iPhone 17 Pro Max 最高只係去到34.7度，可以見到改新嘅機身物料同設計係有效改善散熱嘅表現。講完咁多關於拍攝效能嘅表現，最後都俾大家睇翻呢5部手機嘅效能成績表啦。我哋就喺 Geekbench 6嘅跑分入面，可以見到用 A19 Pro 嘅 iPhone 17 Pro Max 單核性能的確略為領先，但係喺多核表現上面，用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嘅 S25 Ultra 就優勝一啲。
至於圖像處理能力方面，我哋就用咗 3D Mark 嘅 Wildlife Extreme 測試埋佢哋嘅圖像運算能力。雖然得分比上一代都有大概20% 嘅提升，但係對比用 Snapdragon 8 Elite 嘅 Android 手機以及用 MediaTek Dimensity 9400嘅 X28 Pro， 運算能力最高都差咗成25%。最後再用 Solar Base Stress Test 模擬一下 Ray Tracing 嘅表現。iPhone 17 Pro Max 嘅最高分數係11098，而最低分係7981，上下浮動大概係28%。而值得留意嘅係 iPhone 17 Pro Max 由測試一開始就已經限制咗輸出，第2至第9次就穩定咁停留咗喺約9000分嘅水平，之後都平均停留喺8000分嘅水平。睇嚟新加入嘅散熱系統的確可以幫 iPhone 17 Pro 系列喺高負載嘅情況下都可以有效咁散熱，保持住穩定嘅運作。最後就當然要睇下佢哋嘅詳細規格啦。睇咗咁多關於 iPhone 17 Pro Max 喺攝力上面嘅比拼，今代嘅規格的確係比上一代有所升級，但係睇埋數據同埋實際拍攝出嚟嘅效果就似乎同 Android 各大品牌嘅旗艦手機都仲有少少差距。不過對於日常用家嚟講其實都已經足夠應付日常拍攝需要有餘㗎啦。但係如果你係對拍攝有要求，或者可以喺拍攝上面有更靈活嘅發揮空間嘅話，咁有住先天硬件優勢嘅E3部 Android 手機就可能先係你嘅選擇啦。唔知大家又覺得邊部電話先至係你心目中嘅拍攝神器呢？我哋好快有新片同大家見面，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個鐘啦，拜拜。